比特币何时该卖出呢？如何利用网络声量判别牛市顶峰？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来复盘一下，如果我们用网络的声量，比如说呢 App Store 的排名来去判断牛市的顶峰，或者我们可以至少知道比特币的价格和交易所 App 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反向利用交易所的排名来去判断牛市的顶峰。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张图表橘色线它把比特币的价格呢给画出来了，当然这是比较不精确的。那蓝色线呢，它画出了 Coinbase 在 App Store 金融类别的排名。你可以发现呢，基本上比特币到达最高价位的时候，也就是在5-6万左右的时候呢， Coinbase 在 App Store 上的金融类排名都是长期稳定的维持在第一名的位置。那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这个时间点在比特币的图表上面大概是哪一个时间段，那我们再去判别说我们在这个时间内找位置去出场合不合适。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当时呢 Coinbase 排名在第一名的时候，大约是从2021年的3-4月份，然后一直到2021年的9月到11月之间。那我们把这个时间段给画出来好，那我们回到比特币的图表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我们把2021年的3-4月份大概就在这里，然后一直到2021年的9月到11月画出来，你可以发现呢，基本上它完全就完美的抓住了这两个顶峰。我们上一轮牛市有两个顶峰，这个没问题第一次是出现在2021年的大概4-5月的时候，那第二次是出现在21年的11月初的时候，差不多。那你可能会说中间有一段下跌，确实没错，图表上看确实是这样子的。但如果我们回到它只用一根线来去表达比特币的价格的时候呢，由于它的取样点不够，所以很有可能中间的价格波动就被忽略掉了。但基本上呢，没问题的。当比特币的价格呢，它来到了我们顶点的时候， Coinbase 在 App Store 上金融类的排名一定是稳居第一名。那我认为我们这轮牛市呢也不会例外，因为目前呢，在美国大家主要还是使用 Coinbase。那我们再回到我们当前的图表来看一下，我们当前呢，它现在其实只有这张图只有统计到4万多。那我们现在比特币已经来到了6-7万左右的位置了。当时在4万多的时候，我们 App 的排名大概是在22名左右。那当然，到熊市最低谷的时候呢，Coinbase 在 App Store 金融类别的排名只有40名就基本上没什么人在下载了。那我们现在呢，好，没问题我们就直接打开苹果公司它的数据统计，没问题，这个是苹果的官方网站你可以看到，如果你要买 iPhone 呢，就在这里然后你要买 iPad， 你要买 Mac 就在这里这是他们的官方网站，完全没问题的。我们来到 App Store， 并且金融类别，我们来看一下 Coinbase 目前排名第几。那我们往下滑，我们可以发现呢 Coinbase 目前排名第22。Coinbase 目前排名第22，这个 Fidelity 就是富达嘛。那这个 Robinhood 就是美国他们会购买一些他们会在上面做投资，就比如说你去购买这个美股的大盘或者说个别的股票，甚至比特币也可以在上面买那这是金融类别没问题。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Citibank 花旗银行嘛，然后还有这个是美国银行等等的。那 Coinbase 排名在第22名，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我们什么时候 Coinbase 的排名呢，从现在的第22名上升到第一名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注意了，这就是人声鼎沸时。那我们就要考虑把我们的比特币呢，找一个好的价位给卖出，或者说吧，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当比特币到达牛市顶峰的时候呢，我认为 Coinbase 的排名它一定是在第一名的，一定是在第一名的。那现在其实还有一段路程，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才在第22名，还有一段路，我们从现在呢到达牛市的顶峰还有一段路。这也是为什么各位朋友们，我们现在依然坚定的持有我们之前从底部上来所开的这2张多单。你可以发现我们的入场价位呢是在$44,900美金，那么现在已经来到了$66,000多美金了，我们掌握了$2万多美金的涨幅，有50几%了。那么以太坊呢，我们从$2000美金开仓，一直拿到现在$3400多美金。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总和利润收益的部分好了。
目前未结盈亏加上已结盈亏呢，总和的利润来到了700-800万的台币。那么如果你也觉得这些收益很不错，你也想试试看交易的话，那么非常欢迎你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会送你$30的现金，真的非常非常优惠。那么 OKX 呢？基本上我们都是很大的交易所 ，OKX 你只要 KYC 入金$50，就送你$50的体验金，可以做到1:1的。好，那我们群组有非常多人都拿到了这$30的现金，而且之后呢，很有可能就不会办这个活动了，很有可能这是最后一个月，所以请大家把握机会。那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个数据，其实当我们在讨论炒币大国的时候呢，基本上离不开2个国家，第一个美国没问题的，第二个呢韩国。韩国，你可以想想看啊，韩国是一个仅仅只有5000万人口的国家，它曾经呢，比特币现货的交易量啊，跟美国是持平的。要知道，美国现在就有3.35亿人呢，韩国只有5000万人呢。他们炒币，比特币的交易量呢，现货的成交量，韩国居然可以跟美国并驾齐驱，甚至韩国还略胜美国一筹，你就可以知道韩国整体的炒币情绪有多么夸张。我自己是不看韩剧的，但是我之前有听过别人说，韩剧里面的很多都在讨论炒币的，或者说都会多多少少都会说到炒币，你就可以知道韩国炒币是有多么的盛行。那有另外一项数据呢，叫做 Korea Premium Index， 那翻译成中文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名称啊，叫做泡菜溢价。因为其实各国呢使用的交易所都是不一样的。那其实韩国人呢主要用的交易所叫做 Upbit， 这是一家韩国的交易所。那对于韩国人来说呢，用这家交易所就会非常的方便。那跟一般人呢，我们其他比如说用币安的、用 Coinbase 的，就有很大的区别了。所以韩国人在疯狂的炒币情绪底下呢，他们的交易所就会产生溢价，也就是在他们交易所买币啊，会比在其他地方买币要来得更贵。那当然，你可以看到我们白色线呢标示的就是比特币的价格，当然单位是美金。那么下方这条有时候绿有时候红的线呢，就是韩国的溢价，也就是在韩国的交易所呢，他们的比特币的价格啊，会比一般的交易所要高出多少？我就直接跟大家讲一个数据，我有去换算过我们之前比特币大概在73000左右的时候，也就是前期的最高点了，韩国交易所的比特币价格呢，如果换算成美金啊，已经要来到8万多美金了，8万出头，大概在8万美金左右，你就可以知道韩国人炒币有多么的疯狂啊，而且韩国的溢价有多么的夸张。一般人用73000左右的美金就可以买到一枚比特币，在韩国呢，你换算成美金要来到8万左右，非常的不可思议。那我们来观察一下其实我们如果呢，韩国的溢价特别高的话，那么就代表我们离顶部越来越接近了。其实我们现在就已经慢慢有这个状况出现了，当然还没有到很夸张，但是有慢慢的这个数据变得很极端。你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呢，韩国溢价不断的往上走。那我们可以跟各位报告，当比特币价格到达顶峰的时候，韩国的溢价呢也会到达顶峰。或者说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左边的数据，当我们之前比特币价格到达顶峰的时候，韩国那边的溢价呢，韩国那边的炒币情绪非常的疯狂，也会来到顶峰。所以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判断比特币顶峰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指标。那我们现在是当然还没有到达，我们甚至连前面的高点都没有到达，也就是我们这轮牛市呢还有时间要走。这其实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你可以发现我们之前韩国溢价呢基本上是在2021年的4、5月的时候来到顶峰，也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才是牛市真正的顶。那我们到达2021年年底的时候，那边还有一个顶，那个顶峰呢，其实从数据上它基本上可以被解读为是一个熊市的反弹，只是这个反弹呢，它反弹过了前高。但其实从波浪理论解释呢，也是有这种情况，它可能是因为这种情况的当然这种不会到非常多见只不过这种情况呢出现也是可能的。那其实还有很多数据可以支持这样的观点那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好，那最后呢，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归到美国上面我们除了泡菜溢价，除了 Coinbase 的 App 排名，还有另外一个最直观的数据，也就是我们直接去查
在美国地区 Google 有多少人搜寻比特币。如果你对比特币想了解，你想炒干比特币，你想买比特币，或者说你想知道比特币是个什么东西，在 Google 上面搜寻是最直观的。那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下，在美国呢 ，Google 有多少人搜寻了比特币，我们就可以知道比特币什么时候是真正散户涌入、真正人声鼎沸的时候。当然，那个时候就会是比特币创出最高价的时候。那我们就在那个时候离场，就会是最明智的决定了。你可以发现，下面呢就是我们的图表，有多少人在美国搜寻了比特币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当时呢在2017年的12月的时候，有最多人搜寻了比特币。那我们来观察2017年比特币，2017年的12月，比特币在什么价位呢？没错各位朋友们，2017年的12月，比特币就来到了历史的新高当时如果我们能知道这个数据的话，我们可以完美的逃顶。那你可能会说这样采样的数据太小了，没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当时呢到了2021年的2月到5月的时候2021年的2月到5月，我们当时呢比特币的搜寻量在美国也是创下了新高。2021年的2月到2021年的5月，没错，它刚好就是我们上一轮牛市的顶峰。如果你在这个位置卖出的话，各位朋友们，你绝对完美的逃顶你完美的逃顶那我们当时在2021年的11、12月有没有呢？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其实我们从很多的数据，包括从搜寻量还有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抛拆溢价啦，还有我们从技术层面上比如说呢，我们当时在创出第一个顶峰的时候，它是有爆量的，但是第二个顶峰呢却没有这就非常奇怪其实我们在创出牛市顶峰的时候，它是需要爆量的。所以我认为这里呢，它才是典型的牛市的顶峰并不是后面这边的。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我们根据比特币在美国的搜寻量呢，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完美的逃顶，那重点就是我们现在到不到达了这样的顶峰呢？各位朋友们，还远远不到。我们现在确实创下了我们最近这几年以来的新高，当然这很合理但是还不到我们最高点，所以我们离牛市的顶峰呢还有一段距离要走的。那当然，我们什么时候出现了一个顶峰，并且开始疯狂的下降？那各位朋友们，我们可以跟大家宣告，比特币的牛市的顶峰呢就已经出现了。那我希望我们透过上述3个很客观的指标，因为其实很多人都说要卖在人声鼎沸，有人可能会说身边的开始讨论比特币了，但是没办法量化我们要想办法把这种感觉上的东西来把它量化。我认为对我们做交易上呢，才会有很客观的判断。那希望我们透过上述指标的介绍，可以让大家在牛市的顶峰都可以逃顶。当然离现在还有一段时间好，那我们频道呢最近开通了会员功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有分成2个等级，一个是比较初阶的，有图文观点，然后会寄送给你 Bybit 还有科比托联名的上亿件。它每年呢会举办一次实体的聚餐。那如果比较贵的会员呢，我们就会有会员的专属影片，有专属直播。还会寄送给你 Bybit 的周边套组，上衣帽子一件上衣一件帽子一顶，然后每半年呢，我们就会有一次比较高级餐厅的聚餐，那很欢迎大家都可以来，都可以加入。好，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帮我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